這是肯尼迪號，是福特級航母2號艦，也是美國海軍目前最新的一艘航母。關於肯尼迪號，大家平時聽得最多的消息，大概率就是各種推遲、故障、延誤等等。而近日，這艘工期漫長的航母，終於在2026年1月28日駛出紐波特造船廠，開始了首次海試，為期1周，於2月4日返航。Over the past week, I'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join fellow shipbuilders and sailors on our nation's newest aircraft carrier, John F. Kennedy, CVN-79, out in the Atlantic. We've put this ship through the paces, and I'm happy to report sea trials were successful. 按照計劃，如果後續的測試工作進展順利，肯尼迪號將於2027年3月交付美國海軍，以替代服役50年之久的尼米茲號航母，並成為美國海軍第一艘搭載5代機的電磁彈射航母。那麼肯尼迪號和福特號都有哪些區別？它又是否會經歷和福特號一樣的艱難歲月呢？歡迎來到 Chris 軍人基地，聚焦各國軍備鑑賞。今天我們來說說千呼萬喚始出來，肯尼迪號航空母艦。說到肯尼迪號，它的建造歷程可謂相當漫長且曲折。早在2009年，美國海軍就啟動了肯尼迪號的初步設計合同，並於2011年切割第一塊鋼板，宣告開工。歷時8年，2019年年底航母下水，由肯尼迪的女兒卡羅琳·肯尼迪砸破香檳，完成命名儀式。I christen the United States ship John F. Kennedy. May God bless this ship and all who sail in her. 按照當時的計劃，肯尼迪號將在2022年前後完工。然而實際進度發生了多次調整。最初，美國海軍打算採用2階段交付的方式，即先在2022年前交付一個不具備全部作戰能力的航母，然後再用幾年時間安裝新雷達，並完善 F-35 戰機的起降能力。然而，美國國會對此強烈反對，他們無法再接受一艘不能彈射 F-35 的航母。因此，在2019財年的國防授權法案中明確要求，肯尼迪號交付時必須具備部署 F-35C 的能力。這一決定將肯尼迪號的交付時間拖延到了2024年。可在這期間，航母上的先進攔阻系統和先進武器升降機的調試時間超出了預期，又將交付日期拖延到了2027年3月。但即便27年能按時交付，肯尼迪號也會成為美國海軍歷史上項目周期最長、用時最久的航母。那看到這，可能有兄弟就要問了，肯尼迪號造了這麼久，肯定各種系統都調試好了吧？它是不是一服役就能形成戰鬥力？起碼不會像福特號那樣問題頻發吧？那下面我們就來說說幾個影響肯尼迪號戰力的關鍵因素。作為福特級航母的2號艦，肯尼迪號的設計思路、艦體尺寸以及艦上的各種武器裝備、電子系統等等，都和福特號保持高度一致。當然，這就是美國人打造航母的節奏。像之前的尼米茲級、小鷹級都是沿襲首艦的設計思路。同級艦之間在艦型上沒有本質區別，不過在定位上，福特號作為福特級系列10艘航母的首艦，它承擔了大量驗證新技術、磨合新系統的任務。這也是為什麼福特號服役初期故障不斷、問題頻發的重要原因。其實就是一次性塞太多新技術，步子跨太大，扯到蛋了。這些新技術裡包含了電磁彈射系統、先進攔阻系統、先進武器升降機、雙波段有源相控陣雷達系統等等。先說雷達，福特號上的雷達系統名為 DBR， 該系統由 ANSPY3 X 波段多功能雷達和 ANSPY4 S 波段容積雷達組合而成。兩個雷達集成在同一系統下運行，有統一的信號處理和資源管理器控制。這種融合設計有多重優勢，例如 X 波段雷達擅長低空、短程和精確火控， S 波段雷達擅長高空、遠程、大範圍搜索。兩者合用可以使艦艇同時具備對掠海目標的敏銳探測和對高空遠距離目標的預警監視能力。而且兩個雷達都是由同一套指揮系統控制，能在某一波段受電子干擾時迅速切換至另一波段繼續跟蹤目標。除此以外， DBR 系統還具備多目標探測、快速反應等各種優點。福特號作為首艦，按計劃完整裝備了 DBR 系統。美國海軍希望它能成為航母作戰體系的中樞器官，能大幅提升自衛和防空能力。然而，以上說的都是理想中的情況，現實是福特號服役後，這個 DBR 雷達系統沒少給美國海軍制造麻煩。根據美軍作戰測試評估局的報告顯示，在2023年的訓練中，
福特號上的 DBR 系統在持續高負荷下出現間歇性故障，整體可用性下降，尤其是在艦隊演習中，由於航母要持續保持雷達警戒， DBR 頻繁運行，導致部件老化和性能不穩，難以保證長時間不間斷工作。雪上加霜的是，目前只有福特號上有 DBR 系統，備件供應和後期維護都是難題。再加上這一套系統就要5億美元，綜合考慮後，美國海軍忍痛割愛，決定取消使用 DBR 系統。因此，在肯尼迪號上，雷達系統還是傳統方案，由 S 波段運行的 AN/SPY6 雷達為主，輔以 X 波段的 AN/SPQ9B 雷達。這套雷達系統的綜合探測能力肯定是無法和 DBR 系統相媲美的。但美國海軍認為，給福特號裝 DBR 的思路從一開始就是錯的，因為像航母這種大家伙，從來不會單獨出海，周圍都有密密麻麻的驅逐艦、護衛艦保護，防空和反導的任務本來就是他們負責的。航母的雷達不需要過於複雜，能滿足基本使用就行。更何況，新的雷達設備通用性強，維護簡易，一套還能便宜 1.2 億美元。因此，除了首艦福特號外，其他福特级航母的雷達系統都會沿用肯尼迪號的配置。但除去雷達外，肯尼迪號上的其他關鍵系統都和福特號保持高度一致。那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肯尼迪號上的這些系統能不能達到設計要求？會不會還像福特號一樣需要漫長的調試周期？目前，肯尼迪號上的電磁彈射系統和攔阻系統的測試信息仍屬機密，並沒有數據。但我們可以通過分析福特號服役期間的數據，得出這些系統成功率的變化，以及它們什麼時候能達到設計要求。先說最關鍵也是詬病最多的電彈系統。福特號於2017年服役，但直到2019年才開始大規模彈射戰機。根據美國 DOTME 報告顯示，2019年福特號上電磁彈射器的效率為每彈射200次就發生1次重大故障，和最初設計要求的4166次相差甚遠。到了2020年这一年，效率更低，變成了每彈181次發生1次故障。在這期間還有幾次嚴重故障，導致電彈系統停機數天。2021年可靠性開始提升，平均彈272次故障1次。到2022年，福特號迎來了首次遠洋部署，彈射效率進一步提升至每614次彈射發生1次故障。到了2023年，福特號首次作戰部署期間，一共進行了8725次彈射，幾乎等於之前5年彈射次數的總和，但效率方面和2022年保持一致，還是平均每600次故障1次。雖然說可靠性沒有提升，但美國海軍認為電磁彈射系統此時的實際可用率達到 98%， 因為發生的大多數故障都是能短暫恢復的小問題，有的故障處理時間甚至只要30秒，實際使用起來已經有明顯改善。美國海軍還沒有具體給出2024年和2025年的數據，但這2年期間電彈系統都沒有發生過任何重大故障。美國海軍預估福特號上電彈的可靠性能在2027年達到每2000至3000次彈射出現1次故障，並在2029年達到最初的設計目標。那反觀肯尼迪號呢？雖然說它沿用了福特號的電彈系統，但在生產和裝備過程中已將先前的改進成果融入。例如，通用原子公司在交付電彈設備前，已經安裝了最新的軟件和硬件升級，並對關鍵部件進行了額外的振動和耐久測試，以確保更高的可靠度。等到肯尼迪號服役時，電彈系統的效率起碼能維持福特號目前的水平，但離預期目標還有差距。換句話說，也就是美國人搞電彈搞了10幾年，第2艘航母都要服役了，竟然還達不到10多年前的設計要求。這也是為什麼特朗普會成為電彈的頭號黑粉。在2025年7月，特朗普訪問日本期間，他曾直言道，要簽署一道行政命令，將航母的彈射系統強制換回蒸汽。Catapults, which is better, electric or steam? They change just for the sake of changing. Seriously, I'm putting out an order. I'm going to sign an executive order. When we build aircraft carriers, it's steam for the catapults and it's hydraulic for the elevators. We'll never have a problem, okay? 儘管特朗普痴迷蒸汽彈射，但要想把肯尼迪號以及後面的航母改回蒸汽彈射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我們暫且不說修改各種系統、重新設計管路有多複雜，關鍵的問題在於福特級航母動力的底層架構卻和使用蒸汽彈射的尼米茲級有本質的區別。尼米茲級使用的是 A4W 核反應堆，
它核心輸出的高溫高壓蒸汽都被優先供應給了甲板上的彈射系統，然後是推進系統，最後的蒸汽才用來發電。而福特級的 AEB 核反應堆則完全不同，它的任務只有一個，便是發電。核反應堆產生的蒸汽被直接運送給發電機，航母上的所有系統都由電力驅動，總發電量是尼米茲級的3倍。因此，要想把福特級改回蒸汽彈射，核反應堆區域要重新設計，整個動力系統架構都要調整，工作量相當於重新設計半艘航母，可並不是在甲板上簡單換個軌道而已。因此，美國海軍也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慢慢調試，寄希望於肯尼迪號上。那除了電磁彈射系統外，先進攔阻系統和先進武器升降機其實也是類似的情況。先進攔阻系統的問題比較嚴峻，它的設計目標是每16500次降落發生一次故障，可福特號的這一數據還是保持在平均每400多次降落就故障一次，距離設計目標還差得很遠。因此，肯尼迪號後期延遲交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調試攔阻系統。它安裝的攔阻硬件為改進後的版本，包括了重新設計的水輪機等數個關鍵部件。軟件和人員培訓方面也做了針對性優化。這套先進攔阻系統究竟能不能達到美軍的預期，可以說就看肯尼迪號的服役表現了。那說完彈射、攔阻這兩大金剛後，還剩一個先進武器升降機。它雖然一開始也很拉胯，不過和兩個大哥相比，已經爭氣了不少。在福特级上，一共有11部先進武器升降機，採用電磁直線電機驅動，可將1噸的彈藥高速運送至飛行甲板。設計要求，武器升降機的作戰可用率要達到 99.7%， 也就是幾乎不發生影響任務的故障。然而2017年福特號服役時，11部升降機無一交付，根本沒得用。不過好在它調整速度還算快，2019年時有5部投入使用，2020年達到8部，2021年末時全部11部武器升降機都投入使用。在2022年底的部署中，11部升降機无一故障，而且自2022年以來就幾乎沒出過故障，沒有一次因升降機原因耽誤戰機掛彈起飛的事件。儘管該系統還從來沒有滿負荷運行過，不過美國海軍認為先進武器升降機展現出高可靠性，未來有望長期維持最佳狀態。所以可以預見的是，肯尼迪號服役時就能擁有完整的武器升降機系統，不會再經歷漫長的調試周期了。總的來說，在美軍建造航母的歷史上，首建通常都是新技術、新系統、新武器的試驗平台。首艘航母把這些問題都琢磨透了，後面的航母就可以步入成熟穩定的生產階段了。可在福特級這兒有一點不一樣，由於首建福特號的步子邁得實在太大，導致肯尼迪號也得承擔一部分技術驗證件的功能，像是測試電磁彈射 F-35C 之類的工作。而且在福特號暴露出各種問題時，肯尼迪號已經進入建造後期，無法從底層架構上優化這些問題，改進大多體現在零部件選擇和軟件優化上。因此，能充分吸收福特號教訓的是3號艦 CVN-80 企業號。美國海軍稱，企業號在早期設計和分段建造階段就融入了大量來自福特號的經驗反饋，或許只有等它服役後，才能完全符合福特級的設計初衷，充分展現該級航母的全部戰鬥力，也算是不辜負企業號這個傳奇的艦名了。感謝觀看，多多3連，想看什麼，我們評論區見。